Hello，大家好。今天一大早就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就是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通过快速移民通道的移民审理系统，针对加拿大联邦经验类移民进行了最新的一次筛选，把池子里27000多人全部邀请了。而且呢，这次抽取的分数也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只需要75分。在以往正常的时候都需要达到450、60分才有可能被这个池子捞上来。所以很多华人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他们大多认为是不是系统出现了什么错误啊？但是呢，加拿大政府官网在第一时间就确认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而且呢，加拿大政府官网声称这是致力于在2021年实现40.1万名新移民目标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还表示加拿大想通过海外移民来填补当地劳动市场的短缺，以快速恢复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移民部长在最近还表示，在疫情期间移民局将会推出更多的将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的渠道。现在呢，这个消息已经被移民中介、房产经纪在朋友圈疯狂转发了，他们认为好像有更多的接盘侠要来加拿大了。当然，魁省是一个例外，因为加拿大联邦经验类移民呢是不包含魁北克省的。魁北克的经验移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PEQ， 所以呢，加拿大联邦经验类移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打算居住在魁北克以外的省份。来看一下加拿大政府官网今天是怎么说的。由于疫情的旅行限制，加拿大移民局现在正在开创新的方法来吸引已经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他们的身份可能是暂时的，但是他们的贡献是持久的。我们希望帮助他们中的更多人永久居留。为了帮助更多的技术工人留在加拿大并促进我们的经济复苏，今天大约有27300名具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工人收到了永久居留的邀请。这些候选人都具有至少1年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并且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可以为加拿大的经济做出贡献并缴纳税款。这些人在收到邀请后有90天的时间提交完整的申请。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这27300名候选人当中，大约90%的候选人目前就住在加拿大，因此呢，他们不会受到旅行限制的影响。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对加拿大经济和房产市场的影响。今天经验类移民的积分从450、60分降到了75分，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这表明加拿大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移民工作在今年没有历史性突破，加拿大的经济和房产市场可能面临崩盘。疫情已经给加拿大联邦政府带来3285亿加元的赤字，一旦瘟疫开始消退，不断增长的债务将是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多的新移民为加拿大经济做出贡献并缴纳税款。疫情影响了各个主要移民国家的移民计划，这还意味着主要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移民门槛都将会大幅降低。从这次加拿大移民局的公告可以看出来，如今移民国家的抢人大战已经正式拉开序幕。以前牛哄哄的加拿大移民局现在已经放低姿态，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留学或者是工作的人将会比过去更容易移民。再来说说这次经验类移民政策放宽对房产市场的影响吧。加拿大政府官网说，这次的27300名候选人90%现在已经住在加拿大，而且呢，他们在加拿大已经有1年的工作经验。在这27300人中，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住在加拿大，并不会增加新的购房需求。要买房而且有能力买房的，可能早就买完了。而中介疯狂转发这一消息，目的是煽动更多的人买房。从这个帖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已经买房的人却陷入了恐慌。他们担心的是，未来加拿大的经济会不会像今天意义的分数一样变成自由落体，急转直下。毕竟贷款一旦背上，迟早都要还的。在全球经济发展良好的前提下，世界能够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生产足够的接盘侠，这样利用高房价割新移民韭菜的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
但如今全世界的经济已经受到疫情的重创，接盘侠的产量已经大不如从前，这个利用高房价割新移民韭菜的游戏就难以为继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